啊，这原身还有阑尾炎。先生，没事吧，先生？先生。对不起，我们的主刀医生劳累过度晕倒了，但是我们会派更好、更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手术的。能不能快一点？我这麻药都打完了。唉，别人创业都有金手指，为毛我只有阑尾炎？大医系统经验指引，能力暂无，每日签到，未进行任务列表，待领取任务成一。通知了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啊！我的金手指这不就来了吗？宿主是否进行签到？签到。签到地点影响因子为零，奖励不加成，获得随机奖励，大师级荷包同好数。一个初级奖励就能让我掌握精细组织缝合术10几年的功底。领取新手任务。恭喜宿主领取新手任务，任务要求主刀宿主自身的阑尾炎切除手术，任务奖励新手大礼包成一，大师级阑尾炎切除手术一。主线任务：当宿主成为医生后，达到副主任级别，可开启隐藏手术领域。隐藏手术领域？难道是手术禁区脑干？我这连医院面试都过不了的人，让我成为副主任，那不是痴人说梦吗？东兴路段发生了大车祸，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医生了，但我已经和上级请示了，你怕是还要再多等一会儿。要是没人做手术，那我自己来。哎，你别捣乱！天啊，这一刀的切口简直完美的不像话！有镜子吗？帮我照一下。有，好的。刘护士，手术部安排我们做手术。我看见什么了？病人在给自己做手术。别站着看啊，过来帮忙。好。特大车祸场面实在是太惨烈了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人呢？刚切完阑尾，怎么下床的？医院人手不够，连实习生都拉上战场了。我加入的话，也许能多救1、2个人呢。我有医师资格证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也不算违规，表现好，说不定还能入职医院。病人什么情况？车祸大出血，已经紧急压迫处理了。脉率脉压呢？脉率137次每分，血压的话70度50毫米汞柱，压差20。这是典型的休克病人，若是不尽快抢救回来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快送抢救室！触发随机任务，任务要求车祸大抢救，任务奖励根据抢救流程评级、抢救成功率、抢救人数等发放丰厚奖励。随机任务期间获取经验值加倍。快速2000毫升格林液，1分子有氧酸钾，每10分钟200毫克，快速注入剂安定。
的醒了？马上安排手术室，准备手术。抢救评级 S 级，抢救人数1人。许秋？不可能吧？他刚做完手术，怎么会出现在抢救室里？喂，好，还真是许秋。他不仅能给自己反手割肛门，还能刚做完手术就自己到处瞎蹦跶。许秋怎么会在这里？先不说把之前应聘失败了，这家伙不是才做完阑尾炎手术吗？许秋，何院长，缝得真好，没想到王凡竟然还有这手本领。这是我自己缝的。你自己做的？徐医生，病人的情况稳定了，救回来了。好，这位可是急诊科数1数2的主治医师啊！一场抢救就能让这位心高气傲的主治对许秋心服口服了。你刚下手术就过来了？是。参与多少场抢救了？7场，病人都救回来了。难怪这次抢救压力没有很大，感情有许秋这样的猛人，直接拿下7场危重抢救。徐医生，昨天是我看走眼了，我代表医院特聘你为我院医生，希望能与你共事。这位医术精湛、把控全场的医生，昨天竟然被淘汰了。何院长，共事愉快。何院长，他真的能给自己动手术，而且是刚做完手术就去手术室去救人，一共救了10个，这样的人能被咱们医院刷下去？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看视频吧。盲视眼探测到了1位阑尾，这他对人体解剖熟悉到令人发指啊！这台手术简直就像是艺术了，这份录像绝对有资格成为教学视频。太厉害了，徐医生，欢迎加入临海医院急诊科。徐医生，你的技术太精湛了，导致我没有帮上太多忙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机会主刀呢。那徐医生，今晚咱俩一起值班呗？值什么班？许秋刚下手术，至少还得休养几天。对，刚做完阑尾炎手术，腹部缝针的情况下，也不愿视伤员不管。这样有医德的医生，在当时真是越来越稀少了。你先回病房休养好了，再来上课。徐医生，你刚做完手术就去抢救别人的事情都已经传遍了，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，好多小姑娘都抢着拍你的号呢。这父亲，这伤口可恢复的真不错。那个医务部那边衣服跟工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痊愈了，随时上岗。好。刘护士就算穿着宽松的护士服，也掩盖不住她那傲人的身材。该进行今日签到了。3天前那个任务，因为救人成功率是100%，所以获得了罕见的高难度手术——大师级下肢骨骼重建术。进行今日签到。签到第9名奖励子为 1.3， 奖励小幅度加长，获得随机奖励完美级徒手指写法。完美级徒手指写法，这可是第1个完美级奖励。不过徒手指写法
早就被时代给抛弃了，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只有院外急救了。完美级徒手指写术竟然跨越了技术的高度，我可以凭借手的触觉感知出血点，轻易的止住一些无法发现的出血点，这简直就是人形止血药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徐医生，你会介意你女朋友肚子上有疤痕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尽量缝好一点，术后不会留下伤口的。不愧是临海医院的明星医生，技术又好，性格又温柔。开始吧。难道是麻醉没做好？我有点兴奋。这妹子是不是有点受虐倾向？开户。止血钳。手术完成。手术结束，用时10分21秒。徐医生，你创下了我们医院急诊科阑尾炎手术记录。这无可挑剔的手术，许秋真的是被好几家医院刷下来的吗？这样的水平，我给许秋提鞋都不配呀！我身为主治医生，以后肯定不能给许秋这个住院医生派杂活了。我能有资格给他打下手，就不错了。那场车祸，一个署长的女儿腿部骨折很严重，正在我要联系骨骼重建专家商量在职问题，我也得赶紧过去凑凑热闹。恭喜完成一例急性阑尾炎切除，评级 S 级。恭喜您获得30经验值，您额外获得3%大师级阑尾炎切除术熟练度。熟练度积累到100%，是不是就可以自动进阶到完美级阑尾切除术了？现在经验值已经是90%，还差1台手术就可以进行抽奖，不知道能抽到什么样的奖励。讨论那么多，目前最妥当的方式还是截肢。不能把腿接回去吧？断指再植的最佳移植时间是6到8个小时，而且还必须得断指保留非常良好的情况。但是林千金的左腿确定是不能再植了。陈署长，我们那边已经3D打印出了钛合金假体，不知道林专家有没有办法？林专家，我女儿能接个假体吗？风险很高，风险很高。陈署长，您是自己人，我就直说了。钛合金假体重建在国内呢，技术不是很成熟，林青的腿拖到现在也不容乐观。现在要假体重建呢，成功率我只能说国内目前没有先例，只能截肢。林谢是业内骨外科，尤其是下肢外科数1数2的大腕，他说不行，那就等同于阎王爷判的死刑。我的女儿，不，还有机会做骨骼重建。你小子胡说什么呢？林专家都说了不行，你哪来的资格说还有机会？胡闹！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骨科？何院长，你们医院年轻大夫的素质有待提高啊！小泉，你怎么了啊？脉搏细速，身体发冷，脉象过缓，这是休克的前兆。大出血，并前您的脚趾开始缺血，现在只能进行截肢了。什么？陈署长，之前还有些机会，现在出现坏死症状，重建到股几率为0。我不能再跳舞了。他说的重塑骨骼，让他来。让
让女儿平静地接受悲剧，本就是件残酷的事。这个医生无非给女儿造成第2次的心理伤害啊！血止不住了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出血点。我来。果然是小地方的3甲，主任也就这水平，正好能体现我的专业。他创面破坏严重，你们没止住血也无可厚非。没止住，止不住血，立刻截肢！啊！现在不是一条腿的问题，再不截肢，一劳永逸止血，连姐的命都会没了。等不了了，无论如何都只能硬来吧。完美级徒手止血法，王八！血压稳住了，说。林专家，别动了。爸，我要让他做手术。虽然不知道这个年轻医生是怎么做到徒手止血的，止血和骨骼重建根本不是一个难度谅解的东西。也不是不行，我可以考虑骨骼重建，失败的话立刻截肢，但那样切除范围会更大，手术费会更昂贵。你们好，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。许医生，我会有事吗？我还能跳舞吗？好好睡一觉，以后你有表演，我去看你跳舞。我会好好跳舞，等你来看。完全麻醉完成了，假体也送过来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手术开始。他用一双手就能止血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太魔幻了。算了，应该是他运气好吧。不过这超高难度的假体重建，国内只有我能做。病人想让许秋来做，怎么可能同意？晕了还得我来上手，才能提高成功率。你真会这台手术？许秋竟然配合这么好，一点事业都没有遮挡，这样的默契配合，常年跟我手术的主任都做不到。许秋对于手术节奏把控与我相当，甚至在我的之上。你之前做过骨骼重建手术？能做，我可是获得了大师级骨骼重建术，能达到大师级的，放眼全球恐怕不多。你的动作我看着都稍显质疑。术前预计切除长度为13厘米，但现在情况更糟糕了，最少也要切除19厘米。如此大面积切除，还不如截肢保险。颈后动脉怎么会在这里？病人的病情拖得太久了，颈动脉回缩在了腿骨之中，有几段颈动脉完全没入骨肉里。要是这样的情况，不能重建，只能截肢。放弃重建。林老师，可以给我试最后一次吗？我只要5分钟。5分钟是吗？行，我就给你5分钟。5分钟也耽误不了什么。情况最糟糕也是截肢，让这个我看不透的年轻人露一手。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稳住。成功了，不错。我一个顶级专家被一个20多岁的住院医夸了，还被他教授如何止血。这个医生放到急诊科真是屈才了，有这样的天才还和我们哭求，还要从我们这儿调人，我不知道啊。其实许秋是我特聘过来的。我特意请的顶级专家在做助手，主刀的居然是住院医。林专家，你们陈叔，他做比我好，你先安静下，别打扰我们。这群混蛋是趁着我不在，商量好人没了让住院医师背锅吗？让开！这行云流水的手术，哪怕我是个外行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个年轻人手里是真有本事啊！陈所长，
您看，如果没问题，要不让一让？安静。别打扰徐大夫。陈署长一个外行人，别占着这么好的位置，浪费我们学习的机会啊！脚趾分凹了，血管已经重新疏通了。徐生的缝合技术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那条腿看着和之前没什么区别。是。手术结束，把病人推出去吧。小伙子，年纪轻轻，这么有经验，真是了不得呀！哈哈，将来肯定是誉满海外的专家人物。为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方案，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。来，这个呢是我的名片，收着。这可是陈署长的私人名片，徐医生靠一台手术一步登天啊！我去看看女儿。徐医生，我们近期正在攻克骨骼重建的几个禁区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加入我们科研团队。科研经费由你来定。哎，林夕啊，这当着我的面也敢挖人啊？这怎么叫挖人呢？爱才知心而已。有没有打算自己去骨外科盖一个骨髓重建亚科啊？不用了，院长，我还是想留在急诊科。大师级骨骼重建术只是我医学生涯的开始，就在急诊科，我能接触到所有类型的病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留在急诊科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尽管跟我提。徐生少年英才，有机会来我们科室转转。这外面的人来抢，你们也跟着抢。徐生都说了，就想留在急诊科。院长，各位主任，我还要回去看手术报告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去吧。恭喜您完成一例颈骨 3D 打印钛合金假体重建术，手术评级 S 级，恭喜您获得经验乘50，您获得大师级骨骼重建术熟练度加3%，您可进行抽奖。抽奖？抽奖进行中，恭喜您获得大师级手指操控度。大师级手指操控度。以前我只敢切手指的小血管，现在我的手足以探进颅脑内，在神经纤维和脑髓之间穿梭，也不会有任何抖动。好变态的能力啊！林协你们知道吧？骨骼重建术领域的顶尖专家。但是今天我吹的可不是他，是咱们院的许医生。这林专家做不了的手术，我们许医生能做。这咱医院谁没听过？听说那个病人手术后3天，腿部功能测评比恢复2周的病人恢复的都好。我还听说他今年新招聘进来的，当时应聘还被刷下来了。幸好咱们副院长慧眼识珠啊！许医生都能被刷下去，那把他点下去的是什么天才呀？肯定都空降当主任、副主任去了吧？我就是这次面试招进来的医生，空降？什么空降？我现在别说主刀了，就连能不能上手术都要看护士、主治医生的心情。人和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急诊科许医生的事你听说了吗？不要灰心丧气嘛。你在本科就有2篇 SCI 的2作，都去霍普斯金医院深造过，你的潜力比他高。再说了，咱们神外能去干急诊科的活，他急诊科能来咱神外吗？这一刀下去，脑子神经全打碎了。好，主任，那我继续换药了。这样吧，下午呢我还有台手术，你跟着我一起去见见世面。好。
谢谢主任栽培。行，走了。徐医生，我来找你办出院了。哦，你直接去护士台办理就行了，我已经签了出院证明。我特地来跟你说一声嘛。徐医生，你看。徐医生，谢谢你啊！我这2天伤口又痒又痛，但是一想到你，我就撑下来了。徐医生，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各位，来了个棘手的病人，快来帮我看一下。这不很明显的椎间盘突出吗？王凡，你这是越学越回去了吧？就是，直接送到脊柱外科，又不是什么杂症。病人今年21岁，这椎间盘突出的太早了点吧？再说了，这双下肢几乎瘫痪了。什么？徐医生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病人年纪太小了，腰椎间盘突出应该另有原因。他是不是有脊椎外伤史？哦，对，病人说7、8年前飙车碰上一起交通事故，当时摔断2根颈椎骨。还有这个片子，拍的位置太低了，应该再往高了拍，把整段脊椎都拍进去。行，我再去查一下。猜的没错的话，下肢瘫痪应该和那几节脊椎有关。况且这几天签到，我又得到不少奖励：专家级鼻腔血管瘤摘除术、大师级肠胃扩制术，一个抽奖能得到大师级脊髓内肿瘤切除术。如果真是脊髓问题，那这个病人的命已经保住一半了。神了，真神了！徐医生，片子就差一节椎骨就能开到病灶，结果还给错过了。我靠，还真是这样！徐医生，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的临床直觉啊！王医生，王医生，我儿子是不是得了肿瘤？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！我们家就只有这么一个男孩。徐医生，这就是那个病人，叫岳洪亮，今年才21岁。徐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这个独苗吧！你先起来，先站起来好吧？这种脊椎上长肿瘤是脊柱外科、神经外科那边的专精，救命你可以求许秋，但切除脊椎上的肿瘤，他肯定也是束手无策啊。基本上就已经确定是肿瘤了，去做一个 MRI， 另外再做一个腰椎穿刺活检，确定这是什么肿瘤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徐医生，要不把病人转到神经外科去？不用，先看看肿瘤的类型和分级吧。行。肿瘤良好，但是位置尴尬，好巧不巧跟脑髓连到了一起，直接让这台手术的风险值提到最高。喂，急诊科吗？是。影像科中午打电话过来，说你们那儿有一位高位脊椎室管膜瘤病人。是。我们主任看过片子了，中午也讨论了一下，这个病人瘤子位置刁钻，手术风险极高，我们这边建议保守治疗，这样的话最起码病人也能活得久一点。好。尽管我有大师级的脊髓肿瘤切除术，但是在脑髓旁边动刀子，就跟在烟花厂玩火一样。刚才你们也听到了，我呢也是建议保守治疗。那医生，这影响生孩子吗？目前来看的话，肿瘤没有压迫性传导神经，不会影响到他生育能力的。医生，我要做手术，我不能瘸腿，我不能瘸腿。
亮亮，你听妈妈的话，刚才医生说了，说风险很高，反正这东西也不会长大了，大不了这腿咱们不要了，以后让你姐姐照顾你就行。我不能麻烦，我不能麻烦我姐，我不能拖累妈妈，我不能拖累，我不能。动作幅度不要太大了，导致肿瘤位置偏移的话，我也不敢保证肿瘤会压迫到什么神经。好，亮亮，妈妈答应你，咱们做手术，妈妈答应你。许秋，这个你能做？可以。以为20多岁的住院医生能做骨骼重建就很了不起了，现在他又说能做脊髓切除，这手术起码我做不来。你如果真有把握，我可以给你做担保，但是我必须得给你喊一个神外科的主任镇场的。没问题。他究竟是在等待死亡，还是早就已经预料到手术能成功？赵主任，急诊科那边和您去会诊吗？他们那边有个病人呢需要手术，应该是和咱们神经外科有关系，让我呢去把关。怎么没兴趣啊？听说啊，今天主刀的医生就是那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许医生。许医生，走吧，你不是一直有心理阴影吗？今天呢，我就带你去看一看咱们神经外科整个医院最高精尖的科室之一。你能够被选进来，证明啊，并不比那位什么许医生差。谢谢赵主任。走。开始手术吧。许秋的手在8倍放大的显微镜下竟然纹丝不动，这坚如磐石的手法，这是一个住院医能有的水平吗？这是颈4到颈6的瘤子，脊髓肿瘤切除。许医生切开硬脊膜了，又从硬脊膜背侧做了个正中切开，一下把肿瘤完全暴露出来了，刚刚好。稳，手太稳了，竟然没有碰到旁边的薄脆的组织。吸引器也用得好啊，吸力控制的精准无误，没有一丝多余的余量残留。不是说好来挑刺儿的吗？小沈啊，你不要学他的手术方法。太好，终于找到毛病了。他的这种手术方式啊，太铤而走险了。你学他，但没有他的技术，就是把病人往死路上推啊。这就是副主任说的挑刺儿。不过副主任说的确实对。学他者病人死，似他者恐怕要为病人的家属打死。这样的天赋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肿瘤伴生囊肿，囊肿的脓汁喷出来了，糟了，这是脊髓肿瘤切除手术当中不可避免的意外。手术水平再高都没办法了，术语也被遮挡了，做手术的机会都没了。徐医生，停止剥离吧，否则啊，将会造成更严重的脊髓损伤啊。主任，他还在剥离，肉眼观察，这是显微手术啊。切除成功。怎么做到的呀？在几乎无数眼的情况下进行手术？我以前的想法真是片面了。许秋虽然是急诊科的医生，但是他是神外天生的苗子，是天才啊！这样的人，未来未必不能挑战生命禁区脑干啊！医生，我儿子他……你放心，手术很顺利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赵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冲着那个手术记录来的，徐医生啊，不知道那个手术记录您还有没有用？如果没用的话，您看可不可以给我啊？我想拿回我们省外啊当教学案例。没问题，您拿去就是了。谢谢谢谢。徐医生啊，以后啊，你有事没事可以常来我们省外坐坐嘛。
有时间呢，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教学会议。没问题，有时间我一定去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你慢走。好，没事到我那儿坐。徐医生，你可太厉害了！这赵主任可是在咱们医院出了名的傲慢，你能亲自让他过来问你要手术记录，牛！你可太牛了！徐医生，医宣部那边有人找你，说有好消息呢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听说好像是跟 VIP 病房的陈梦璇有关。捐款？你猜到了，就是捐款。这钱吧，表面上是给咱们急诊科的，但是大家都清楚，陈署长给你捐钱，全是因为你做的那台手术。哦。院长，哎呀，陈署长，哎呀，许医生，咱们急诊科呀，都是许医生这样的人才，为咱们人民百姓付出了很多啊。我这次呢，给咱们急诊科捐款，就是因为我们急诊科医生的良苦用心。何院长，希望咱们急诊科多培养几个像许医生这样的人才。陈署长，这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。好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喂，是许医生吗？是我。我是医院人力资源部的，刚刚打您的电话一直占线，我这才打到您科室的座机上。从会议室回来，就有不少诊室主任向我抛来橄榄枝，电话就一直没停过。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刚接收到通知，医院内部决定调整您的薪资水平，初次抬高到50万元档位，稍后会有详细信息发送到您的手机上，如果有异议，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络。好的。年薪50万，现在不用为房租发愁了。我应该是初步在临海市安定下来了。进行每日签到。您在临海医院完成签到，影响因子为3.6，签到奖励获得中幅度加成，您获得完美及血管触诊经验。血管触诊还有完美级。哇，我这不是人形超声仪吗？那是重度肺炎患者，已经卧床1周了。我问问你们啊，像这种患者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肺栓塞。对，就是肺栓塞。尤其像这种年龄大的、长期卧床的，一定要提醒他经常下床活动活动啊，否则呢，很容易发生肺栓塞。肺栓塞的死亡率在90%和100%之间，最快15分钟，病人就没了。以前我曾经经历过6位肺栓塞病人，全都没有抢救过来。什么感觉？大夫，我刚才腿突然刺痛了一下。现在呢？现在有什么感觉？现在感觉有人按我的胸口。胸口有没有疼痛的感觉？没有。呼吸难不难受？也没有。像刚才这种情况，一定要格外注意，很可能会发生肺栓塞。来，走吧。哎，血压80/60毫米汞柱，颈静脉曲张，左下肢有轻微水肿。他是在开玩笑呢？出什么血压？你当自己是血压计啊？撤血。
82162号密公主，这他妈是蒙的，简直神了！大爷，您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？要用贵的药还是便宜的药啊？小伙子，就帮我用最好的药，我医保报销95%。行，那就 RTPA。马上准备 RTPA。好，立即开通绿色胸痛通道。注意啊，不要轻易改变病人体位。到。不好，肺栓塞，马上抢救。打一支 RTPA，PR 注射，低分子肝素，快 ！RTPA 溶栓、肝素、抗凝，30多年里我都是这么操作的，但6个肺栓塞病人却没有一个活下来。王主任，血压回来了。恭喜王主任，您拯救了一名肺栓塞的病人。徐医生，我水平的确不行啊。病人救过来了，高危突发性肺栓塞。不到1分钟就抢救过来了，救回来就好。那个科室那边有没有给你安排门诊呢？大3甲医院上门诊的几乎都是主任、副主任级别的，我一个住院医远远达不到独立坐诊的资格。能做什么？当然能。好，今天下午你到门诊，我让王凡带你考察一下，如何？好。这是王平给我放特权了。寻常医生走到这一步可能需要10年，但是我从入院到现在只用了10天，离副主任级别越来越近了。医生，我痛。我你，这就是帅坐诊的待遇？腹部哪里痛啊？下腹部。除了痛，还有别的症状吗？那个地方会出血，出个3天左右的。你平时有没有痛经史啊？上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？我从来不痛经的，这个月还没来呢。你去躺着，我给你查体。你指一下哪块比较疼？这边。这里是吧？嗯。这里疼不疼？这样疼不疼？有一点疼。好痛哦！好，起来吧。平时有性生活吗？我才大1。去做一个 HCG 测定，再做一个 B 超。医生，我没怀孕，我就是肚子痛，你给我开一点止痛药吗？去做检查。许秋这也太牛了，熟练的问诊流程，老练的经验判断，如此信手拈来，真的是一个住院医吗？主任医也不过如此吧。医生，你帮我看一下吧。异位妊娠，也就是常说的宫外孕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医生，你能帮我做手术吗？你这个呀，不用手术，宫外孕不是很严重，可以保守治疗。我帮你转到妇产科了。不要，我想留在你这里。也行，开点甲氨蝶呤，如果药物治疗效果好的话，就可以不用手术了。去住院吧。那个主任，我也不配考核许秋医生啊。王凡，你要多练练胆子，以后许秋的所有病例由你负责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之前还想着许秋来了之后能减轻点负担，把各种麻烦事都推给许秋。现在可好，我的地位是又降1级呀，而许秋得到了护士的青睐，女病人的花痴，地位是蹭蹭蹭。出事了！好痛啊！王主任，不，是宫外孕破裂大出血。
检测脉搏、呼吸、血压，建立2条静脉通道。你去喊上级医生，要快！医生，徐医生是罗伊彤病人，宫外孕破裂大出血，情况已经控制住了。好，我靠，我一个主治医，怎么跟住院医汇报工作汇报的这么自然？罗一彤吗？宫外孕那个？对，就是这个病房。好，送去妇产科，我尽快安排手术。好，这个病人可以交给我吗？开什么玩笑！你们急诊科想做的话也不是不行。你是许医生吗？是我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妇产科的李雪。不过我们妇产科做的是腹腔镜，是最近才开展的，整个妇产科也只有4、5个人能熟练运用。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去跟妇产科那边沟通一下。好。完成一例微创手术，奖励大师级介入手术经验。看来这手术我不做也得做了。姐妹们，明天许医生要来咱们妇产科做手术，能不能把他留下，就看你们的了。许医生，我的天啊！妇产科今晚立马华山盘丝洞，必把他拿下。急诊科和妇产科一家亲啊！听说好几个科室想要留许医生都没有成功，这次我们妇产科一定要给他拿下。您在临海医院完成签到，影响因子4.0，奖励获得中幅度加成，奖励丰厚度乘4。恭喜您获得大师级清扫能力。原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！手术中的清扫环节竟然可以做到这么完美啊！看来我离大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距离。许医生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吗？是许医生吗？打了麻醉居然都能醒，这许医生有这么帅吗？冷，许医生，我有点冷。开始手术。好黑，里面粘连有点严重，还有巧克力囊肿。天哪，找到异位妊娠部位了，这才多久？不到10分钟吧？这是干急诊的，确定没有偷偷潜进妇产科，天天练腹腔镜？徐老师，我要给你跪了！准备开双血胚。哇，主任做的啊呸！许医生太强了，这么利落的手法，我还以为是主任在做呢。手术结束了。才37分钟，这台手术的标准时间是2个小时啊，哪怕是我也需要1个半小时，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是什么怪物啊？徐医生，一会儿你留一下，我们主任找你。您完成宫外孕腹腔镜切除手术，评级 A， 获得经验30。恭喜您完成任务，获得大师级介入手术经验。现在就是让我去做神经脑血管介入，也是轻而易举了。主任，许医生在办公室等您呢。主任下手术了吗？一定要把许秋留住啊！哎，丫头，你帮我看看这消息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是李医生对许秋说要找主任谈谈。主任，你一定要把许医生留住呀！你们这些小年轻，为了留住小白脸，扯着我这么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做什么？李雪这丫头
真是胡闹！小黎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正好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我要找许秋谈谈？主任，你一定会想找他谈谈的。胡说，他是住院医，我找他谈，长得再好也甭想让我帮你们出面留人。主任，他做腹腔手术只用了37分钟。你说什么？手术就算是我做，那至少也得50多分钟完成呀。你们手术已经做完了？什么东西？手术已经做完了？哎，我还以为这会儿人手术还没开始做。留得好，在会议室吗？我这就去。我就说过，主任一定会想找他谈谈的。许秋啊，我建议有没有什么文章？急诊室这么多病人，哪有时间写文章呀？你这样呀，你来咱们妇产科，我保证你1年内出2篇论文，怎么样？主任，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转科室呢。那还真是有点遗憾呀。不着急，住院医有3年轮转计划，住院医要分别在儿科、妇科、产科、感染科还有手足外科等科室轮岗。哎，等许秋急诊科轮岗期结束，总有一天呀，会轮到我们妇产科享用许秋的一天的。是我王凡把他救回来的，于情于理，我应该能蹭上几句表扬吧。许医生，我就要出院了。你能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祝你早日康复。就一句吗？许医生，你知不知道当时我大出血，我就快要痛死了，迷迷糊糊中就感觉有个家伙在按我胸口，感觉骨头都快断了。当时我满脑子都在想你，想着我一定要撑下来，撑到你给我做手术。我拼命救你，你脑子里却完全是另外一个男人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呀？哟，一张帅脸还妙手回春，徐医生，你这可是少女杀手啊！这怎么还偷偷藏起来？这是患者的心意，收起来是应该的。行，收吧，收吧。虽然听起来让人浮想联翩，但这是明晃晃的绩效和奖金啊，没有不收的道理吧？恭喜您在临海医院完成签到，您的影响因子是 4.6， 获得中幅度加成，奖励丰厚呈 4.6。恭喜您获得大师级胃穿孔手术套餐，套餐内容：穿孔单纯缝合术加胃大部切除术。医生，快救救我爷爷！老人家这是怎么了？大概2、3天前吧，我爷爷突然觉得肚子疼，当时觉得能忍，就没去医院，结果现在疼得更厉害了。去哪里看过或吃过什么药了？吃过，当时吃的叫什么止痛药，还吃了一些胃药啊。这脚上有没有？哎呀，是有的，你真是有本事。老人家，你不用说话，没关系的。疼痛是烧灼样，剧烈腹痛、恶心呕吐，病人体温也高，再加上中毒休克的可能性，胃穿孔，去做一个腹部平片。另外，血常规、凝血、肝功、肾功都要一起做了。好嘞，谢谢医生，我现在就带我爷爷去做。好。哎，那边有个轮椅。哦，谢谢医生，谢谢你。
下一个。医生您看，胃穿孔，准备住院吧，要尽快安排手术了。好嘞，都听您的，我现在就去给我爷安排住院手续。好嘞，谢谢医生。这个病例我建议直接做胃大部切除，病人穿孔部位较多，如果进行缝补手术，要处理的穿孔太多，而且步骤繁琐，病人恐怕也坚持不了那么久。啊，是呀，这个病人70、80岁了，这个年纪就直接切除胃大部吧。穿孔单纯缝合也未尝不可。穿孔单纯缝合也未尝不可。谈谈你看法。其实病人的身体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。我在给他查体的时候，他除了高血压以外，身体都很健康。如果直接切除胃大部，这对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会直线下滑，这对病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。所以我更建议穿孔单纯缝合。修补缝合难度太高，光是影像上的穿孔就有7、8个，除非手术能在40分钟内完成。难，开了腹腔情况只会更复杂，可能还有很多拍不到的小穿孔。这台手术交给我吧。你？急诊科叫我们来会诊，不就是因为这边解决不了，求助我们专科吗？我们专门搞消化系统疾病的副主任都拿不下。许秋能行？我知道你骨科很厉害，微创介入也有一手，但是消化外科和其他科室不一样。这样，我上手术台，你跟着我学习学习，如何？可以。好，我相信许医生，一切都听许医生的。行，那手术方案就这么定下了。谢谢。尽快做好准备，准备好了以后呀，我立刻可以开刀。哎，不是许医生做这台手术吗？我是消化外科副主任，这台手术呀，我少说做了也100来台了，你不用担心啊。给自己做手术的外科医生许秋，年轻医生拿下高难度骨骼重建术。急诊科许秋再创佳绩，37分钟攻克腹腔镜手术。能不能让许医生做这台手术？我一个副主任是被嫌弃了，抢我手术的竟然还是一个急诊科小小的住院医。行，你想让许医生主刀，那就交给他吧。反正到时候我会参加手术，等许秋出了岔子，我再站出来救场也不迟。急诊科明星医生许秋，这样大名啊！骨科只科阑尾手术，后续要进行骨骼重建，腹腔镜手术太牛了，终于看到本人了，多年轻多帅呀！怪不得病人都让许秋来做手术。那我们开始方案讨论吧。手术包括剖腹探查、肠梗阻减压、穿孔部修补缝合。这台手术难点大家都已经清楚了，手术比较繁琐，必须要在40分钟内完成。准备手术吧。腹腔弯钩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缝线，没有挡住你吧？不愧是副主任，当起助手来比主治医师王凡顺手多了。嘿嘿，我这钩一拉，背后那可是20多年的临床经验。手术完成。手术时间28分钟。28分钟，半小时之内。徐先生这眼太牛了吧！太牛了吧！整场手术跟欣赏艺术似的，我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震惊了。副主任，我们也想学这个。
我其实也想学。看手机群里，徐医生又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手术。听说呀，消化外科的副主任都觉得这台手术棘手。徐医生半个小时就搞定了啊！他才24岁啊，真是个天才！我的天，许医生，我要是能掌握一个，都够我活一辈子了。我们这些人啊，就是来人间凑数的，继续做牛马吧。我明明是综合成绩第1招进来的，收了好几篇 SCI 论文，科研艺术2手抓，但进入医院后，我却只能从住院医做起。许秋那样单薄的简历，却成为医院明星了。唉，我什么时候能摆脱住院医的悲惨命运啊？小汉，起床的胸水标本送一下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张主任让你把那几份病历写完，中午下班之前放他办公桌上。好。我的才华不该就此埋没。主任，您就给我一个展现能力的机会吧。爷啊，是因为许秋吧？他一个杂牌一本毕业的，凭什么？我就不信我会比他差。行，正好啊，急诊科有一个病人需要我们呼吸科联合会诊，你跟我一块过去，如何？多谢主任提拔，我一定会把握这次机会，一飞冲天。这个病人有些复杂，外院诊断疑似肺癌脓肿，有感染，但是一直没锁定是感染的什么细菌。你跟着我，长长见识。好。患者男，63岁，主因右侧胸痛10余天，咳嗽咳痰2天，于前天入院。各位，我觉得更像是星座链球菌加厌氧菌感染，换成大剂量的青霉素，联合咪硝唑，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像病人是多发泡状膨腔，而非空洞，意味着张力高，外周壁较厚光滑，有肺组织压迫性不张，病灶内有液平面，同侧肺部有斑片状渗出，这种表现更符合多种细菌感染的结果。好家伙，这小住院医是来给我下马威的。我来之前就加急了检验科，让他们给我做了一个农业性质、微生物培养药理测试。我想这会儿应该已经做出来了。别乱占用急诊资源，这种病人都加急，我中午还休不休息了？单子怎么样了？检验科医生那么说，应该就不是细菌感染。单子上显示不支持链球菌感染。患者牙龈红肿，可见轻度牙周带异脓，阴道毛滴虫。徐秋，别开玩笑了行不行？那是一位男性患者，今年都60多岁了，你要瞎扯，且扯个像样的呀。这可是正经联合会诊，没人听你在这瞎闹。应该是罕见的致病菌，直接抗生素打包尾吧。会诊结束吧。
这位是呼吸外科的张主任，从事呼吸系统疾病已经30多年了，很擅长处理各种疑难病菌的感染。之前倒是碰到过类似的病人，不过那是脑溢血钻孔引流手术后发生的，极度凶险。现在这个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把人救回来。小丁，约上4联抗生素。一个疑难杂症而已，我还得用得着许秋治手花脚，还阴道毛滴虫呢，真是离谱的推测。走吧，今天还好吧？张主任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我老伴儿啊，不仅高烧退了，今天啊都能和我说话了。等我老伴儿出院了，我们给你送个妙手回春的锦旗。哎呀，不用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。病人再观察几天，没事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。这么几天啊，就能出院了。天哪，这么热，这属于极高烧了，快通知张主任。好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复发了？用上多年菌素。好的，张主任。这多年菌素可是呼吸外科最后一张王牌了，一定要压制住病人的病情啊！张主任，60床病人又开始反复高热了，而且病房的满是痰液和呕吐物排泄物，病情还是没有得到好转，怎么办呢？行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给老师打个电话。老师，我这儿碰到了一个病例。老师，您有什么建议吗？应该是超级细菌，采用抗生素大包围加白蛋白加丙球，全面覆盖致病菌的同时，强效激活人体被动免疫。好，我赶紧把新的治疗方案通知给家属。再见，老师。医院已经给病人开出了全新的治疗方案。这个治疗要花多少钱？不贵，一个疗程只要1000把块吧。1000把块钱，够我和我老伴儿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。你确定不治了？我告诉你，病人的情况现在还是很危险。如果这次有效，应该能够一劳永逸。没有那么多钱再试了。老伴，怎么办呀？可惜了，这么罕见的病例，如果多试几个疗法，多坚持几个疗程，或许还能发一篇新的文章。喂，60床那个反复肺部感染的病人，突然要求办理出院。这么快就治好了吗？这个病人的病情并没有控制住，而且病情一直反反复复，每次都很严重，费用也越来越高。这是拿人使药吗？大娘，您这是要出院？是啊，我老伴的病一直不好，我们治不起了。如果病人真的出院了，他能不能活过3天都是未知数。大娘，我们这边出院前再做最后一次治疗，免费的，您看可以吗？那就试试吧。麻烦来一下60号病人的病房采样。
徐医生，这位病人确定要做凝胶聚集法检测？那是检查女性阴道分泌物内的毛滴虫的。这个男人检查什么？麻烦你了，就是这个检查。好。徐医生，3个加号是强阳性。大娘，这次不会错。你每次都用这句话骗我们钱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大娘，这次治疗总花费应该在300-500，我来出钱。如果治疗无效，全程免费，您看可以吗？我刚才说话那么难听，这个年轻人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的怒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年轻医生看着就靠谱、诚实。好吧。哎，之前60床的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找找。主任，那人应该早就出院了。怎么回事？主任，60号床病人不仅没有住院，而且还把咱们的治疗方案全部划了，换上了新的治疗方案。现在病人情况已经好转，没有大问题了。怎么会？新的方案是谁开的？是许秋，而且新的诊断结果为阴道毛滴虫感染。怎么会呢？竟然真的是，这也太魔幻了吧！哎，老师啊，前几天给你说的这个病人，现在被诊断出是阴道毛滴虫感染。对，我们这儿的一个住院医以甲硝唑为主，还开了一副草药。它是继仙鹤草、苦参、长山、雷丸、花椒、使君子、白头翁、黄柏、槟榔、青蒿、蛇床子各10克熬制成煎剂。你们医院的住院医居然这么有想法？老师，那位医生他不能以这个住院医常理来评判，不能因为蒙出个罕见感染就这么高估他。小张，我教过你，为人待物要脚踏实地。老师，这点我一直铭记在心。他还做了一台骨骼重建，这台手术连淋血专家都束手无策。你管这叫住院医？小丁啊，以后不要好高骛远，乖乖的做你的住院医吧。对方在1周前就已经看出了真正的病因，而自己乃至整个呼吸外科却带着傲慢的偏见，差点害死病人。而如今看来，我简直太可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听说那60号床的病人刚出院了，还给徐医生送了锦旗，还有100元的红包。但是那红包徐医生根本就没有收。徐医生实在是太有医德，太帅了。不过这次啊，我真是长见识了。滴虫可能经患者的口手进入2人呼吸道，在支气管管壁引起阻塞性坏死。我不由得怀疑许医生做出这个诊断时的精神状态。许医生的专业能力太强了，简直。恭喜您完成一例疑难病例的诊治，难度评级 B 级，诊疗评级 C 级，获得经验值乘10，当前经验值100%，您获得1次抽奖机会。原来不只是手术，诊断疑难病，在病人痊愈出院后也能获得经验值奖励。
抽奖，获得奖励大师级皮瓣移植术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按阳统统计，其他别管。病人什么情况？一家工厂出事了，老板强制员工赶工期，结果有人犯瞌睡，操作不当，机器把电线高压电线打下来，下面5个人全部被击中，当场昏迷不醒。电击伤。徐医生，像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个病人快不行了。徐医生，血管全部堵住了，根本找不到入针的地方。如果再采取方案的话，病人会在几小时内迅速死亡。我来。我靠，徐医生实在是太靠谱了，2个字就让我充满了希望。成功了！许医生完成了静脉通道开辟，一次就成功了。准备手术。许医生真神啊！这医术比传闻中的还要变态。超白轻移，这么基础的操作都能做到如此完美。加大氧流量，5升每分钟，快速补液。好的，徐医生。联系 ICU， 赶紧送到那边去吧，可能会用上体外负氧盒。徐医生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吧。今晚如果不是许秋，急诊科这里今天真的可能要死人了。许潇，王主任，我听说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做得非常不错呀！4名病人都脱离危险了，有1个截肢了，但是生命并无大碍。哎呀，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被送到 ICU 的病人。这个病人可是我经手抢救的，难道出什么问题了？救不回来了吗？你抢救的非常出色，病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感染。问题出现他自己。如果说他的坏死面积和感染面积再稍微严重一点的话，那他别无选择，只能截肢。是现在他想保住右手，但保肢的代价太大了。他确实想保肢，但保肢手术的难度非常大。咱们临海医院烧伤外科就没有几个医生有把握能做这样的手术，而且患者的家属非常难缠，一旦手术失败，那么这名医生将面临着无休止的医闹纠纷。确实如此，不过之前我获得了大师级皮瓣移植术，这个 ICU 病人的保肢手术对应的正好就是皮瓣移植，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，尽可能的恢复病人手臂的动能和外观。王主任，这个保肢手术我想试试。哦，你还钻研过烧伤外科？这不前2天顿悟了吗？你小子跟我开玩笑呢。不过这个病人已经被我送到附近的国际友好医院，那里正好有一个烧伤外科专家正在飞刀，答应顺手帮我做哎，要不要跟我过去开开眼界，长点见识？那可是顶尖级的烧伤外科专家，平常只有在书本才能见到的人物。好啊。你对烧伤外科感兴趣观摩一下对你以后发展有好处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这位专家手术别有一套，可千万别太惊讶。好，走。怪不得说这个老者越看越眼熟呢，
原来是最新版烧伤急救学教材上其中一个编者就是他，现在就等手术开始了。哎，许秋，这是上大学时候的学习委员贾乐。真的是你啊！你这家伙居然能进会议室啊！这次手术你要跟着观摩吗？提醒你一句，孟老的脾气很暴，我们到时候进去待在角落，看不到就不要看了，能混一混就可以了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没事，反正咱们住院医生也没什么人权，互帮互助嘛。不过这次机会，我还是求了主任好久。哎，真的惨。没事，谁让咱是住院医生呢？走吧。感情你说的好惨，不是惺惺相惜，是同情我啊！开始手术吧。这个病人的清创是你们谁做的呀？哦，孟老，病人在送过来以前就已经清创好了。孟老，是我们院的住院医做的，就是这位许秋。住院医生想当初可是主治医生清创，都曾被孟老骂得狗血淋头。一个住院医生的清创水平，竟然得到孟老的法眼，牛啊！不错，来，你到前面来。老同学，这个住院医生待遇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呀？好灵活的 Z 型旋转法呀！这个相对三角斑软锁矫正法太熟练了，不愧是孟老创立的术士。咱看到开山鼻祖了。孟老的手术做得很出色，哪怕我拥有大师级的皮瓣移植术，都挑不出太多缺点。你有什么好的见解吗？果然，许秋一定是什么地方惹到孟老了，这个就把孟老给得罪了。孟老，这孩子没有恶意啊！你闭嘴！刚才你在皱眉头，是不是我这里做的什么不好啊？皮瓣的位置偏了一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缝合伤口会有很大的张力。之前我给他测试好了，这个角度正好合适啊。是右上肢体深纵筋膜缝合时会挤压，从而导致皮瓣移位。是的，可造之材啊！你叫什么？许秋。哦，来，你到这边来，让他当医助。我都还在外面看着呢，许秋怎么跑到孟老旁边去了？关键是还把人家烧伤外科的主任给挤走了。住院医生，这是临海医院的住院医生，还让不让人了？凸透镜。这场手术的难度比我搞不过还要高啊！昨晚本来就费到一台手术，今天还真是有点力不从心了呀。这小子能唱吗？我在想什么呢？我接下来这台手术就是因为无人能做。如果一个住院医生都能主导，
那在场的烧伤外科主任、副主任，怕是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吧？唉，继续吧。病人的心率突然飙升，体温也在缓慢升高。如果不能排查出来什么问题，病人将不得不放弃保肢终止手术。心率到170了，这血？为什么出血？孟老，你是不是用了过量的肾上腺素？这个时候你还给我提什么肾上腺？为了实现无血手术区，确实用到肾上腺素来达到止血的目的。莫非是肾上腺素的问题？病人血氧饱和度在下降。麻醉师，检查气管。哎呀，这是窒息！脑淤血现在引起了粉红色的泡沫物，那最终会导致呼吸道阻塞的呀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及时纠正，这不是失去人手的问题啊，这病人很可能没法活着下手术台。肺栓塞，快去心内科会诊。来不及了，等心内科过来，人都凉了。器械护士，托我合计。你能做？你这是拿着你的职业生涯在开玩笑吧？你一个住院医生，不等着心内科会诊，你擅自做这个肺栓塞手术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将会终止你的医学生涯。孟老，我是临海医院的王平，我担保他能做。王平就是那个急诊医学的中流砥柱，尤其擅长呼吸科危急重的那个王平吗？是。你担保？你不上，让后辈背锅，赶快来救人！孟老啊，你高估我了。我这30多年，手上已经有6个肺栓塞病人的性命了，救治率0%，唯一救过的一个，还是1周前许秋救过来的。上好合计。我辅助，请你使唤。明白。关闭氧化二氮，给100%成氧。座位调整至半座位，留置尿管。给氟塞米20毫克，地塞米松8毫克，氢化可利松100毫克。这小伙子好像真的可以。发什么呆？许秋说了算。是。局部室壁运动减退，射血分数20%，心源性肺水肿合并肺栓塞。立刻检测 TT、PT、APTT， 给予尿激酶、肝素、地高辛注射液500微克，静推。是。稳住了，收缩压维持在100左右了。多巴胺每分钟每体重7微克，收缩压必须保持在90以上。停用多巴胺，换成多巴芬宁胺，单位剂量降到5微克。许医生擦汗。太好了，救回来了！哎，这个许医生是哪个心内科大佬的亲传弟子吗？孟老，可以继续手术了。因为突发意外，接下来的手术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。接下来要进行最关键的几处双带地皮瓣移植，
孟老的状态恐怕坚持不下去了。8个小时时间，你们谁可以做手术？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，起码得1个小时。整个业内恐怕只有像您这样的顶尖技术专家才会有那么快的速度呀。之前你说你能做，把这台手术给你，你用多长时间？20分钟。哎呀，开什么玩笑啊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哪怕我恢复好再做，手术时间也只能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。唉，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许秋，你上。好。手术结束，结束时间18分钟。真的只用了20分钟？这缝合，这移植，这年轻人，许医生临危受命，还发挥得这么出色，大心脏医术太强了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大佬啊！今天如果没有许秋，这台手术大概率会失败。一个20多岁的住院医生，手术水平怎么会如此之高呢？孟老啊，不要再送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我们要回去了。辛苦辛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看哥哥眼神如狼似虎的，走慢了，保不齐就跟我们医院抢人了。快走，快走，走吧。再见啊，再见。哎呀，我要是有收这么一个学生，此生就无憾了。我们回吧。好，许秋，我记起来了，这位许医生好像给咱们投过简历。什么？为什么他跑到临海医院去了？我们把他淘汰了。啥？人事部竟然把这样的人才给刷掉了？去把许秋的简历调出来，我要亲自看看。他是普通一本科毕业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。天才的简历竟然是这样。我们医院还有许秋的校友，叫家乐，那个笨手笨脚、处理不利索的那个家伙。我想多了，家乐这样呆呆的，才是普通院校住院医的真实水准。哎，主任，许秋，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晚上我请你吃个饭，赏主任个面子。行，刚好今天不是我值班。成，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好。可以呀，你许大夫。哎，咱们王主任那可是个妻管严，平时他老婆老害怕王主任被妖娆的小护士、漂亮的医药代表，还有那年轻的女学生勾引，所以说王主任从来不跟人在外边吃饭。今儿能请你，咱们王主任还真是变性了呢。哎，听说你今天去参观孟老的手术了，怎么样？吓没吓到？哎呦，确实吓坏了，是吧？我要是不去，病人差点就没了。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国际友好医院的老同学副主任吗？
怎么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呀？有什么指示？你们科的许秋是什么情况？许秋，他刚下班走了，有什么事儿？你是当过特种兵吗？怎么这么淡定？怎么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孟英安你们知道吧？孟老做手术出岔子了，没人能接手啊。然后你们科室的许秋人家就上来了，直接把手术做完，而且做的比孟老还要好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我刚才还问许秋有没有被孟老的手术吓到，我真是个笑话。我的亲妈嘞！这太不符合常理了吧？他是开挂了吗？哎，林邪、孟英安哎，对啊，许秋这真是要脚踢全国专家，吊打各类开山鼻祖啊！嗨，许秋做出这种事儿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下什么班啊？我不下班了，赶紧卷，不然连住院医都不如了。好养不？卷，现在就卷！继续牛马吧。王主任，感谢你请我吃饭，我给你带了点家乡特产。哎呀，这孩子你还对我还这么客气啊！这位年轻的医生不仅医术过关，为人处事竟然也是滴水不漏，好满意。哎，许秋啊，我记得你现在还是本科学历是吧？是，我之前没想着提升学历，一直沉迷于手术呢。哦，难怪你临床治疗经验这么扎实。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医生，走到哪里都是香饽饽呀！啊，有没有想过要提高学历的打算？学历确实会影响我的晋升，如果换成硕士的话，升任副主任应该会更快一些。我打算考个硕士。好，那我现在就隆重的向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！我毕业于天都协和大学，现任临海医院急诊科主任，临海大学医学院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大夏医学会肺癌研究组成员，肺栓塞研究协会副院长。王主任，我现在算是一个社会考生，走推免这条路线的话，会有点麻烦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替你想办法。咱们临海大学有一个自主划线的这么一权限啊。如果你觉得把握不大，我可以跟校方沟通，把你的复试分数线下降180分。降低分数线只是为了录取我？王主任这表情好像不是在开玩笑，只不过我参加考试主要是还想试一试我能不能打破记录，好弥补我上辈子考试丢失20多分的遗憾，满分才是我的目标。王主任，不用为我降低录取分数线，问题不大。好，那为师就提前祝你考试顺利。走，吃饭去。Late night visits break our business。这个实习生真漂亮，以后绝对是医生级别的人物。太好了，终于来临海医院实习了。许秋，我来了。你是许医生之前的病人？素素姐，是我也是医学生，今年大5实习呢。那就你了，去7号诊室跟许医生的门诊吧。天哪，梦想成真了！谢谢你，素素姐。许医生，我是来跟你门诊的实习生。是你啊？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完全好了，许医生，你看，
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你知道跟门诊要干什么吗？要给病人铺一次性床单，教病人摆体位，还要给您准备好您检查前需要的一切物品。去叫下一个病人吧。 7号病人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哪里不舒服？医生，咳嗽好几天了，止咳糖浆喝了好几瓶，不管用，而且我这胸口还疼。出来之前量了一下体温，38度2。你把衣服拉开，我听听。哎，好。最近1个月有没有感冒？没有。咳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是这2天开始严重的，吃了药也不管用。开始严重，之前就有了吗？是啊，之前没事就咳1-2声，好几年了。我给你开一个胸部 CT， 加一个痰培养。哎，行。舒老师，我刚刚差点被他绕进去，原来他早就有咳嗽的症状。病人会下意识的忽略掉很多问题，我们作为医生呢，一定要分析出他们话里的意思。我知道了。去叫下一个吧。斑片、结节、锁条眼，这算是肺结核的表现，但不够典型。再等一下痰培养结果吧。行。喂，许医生，这个病人虽然结核杆菌是阴性，但也不能排除。临床上，结核病人中能找到结核杆菌的人只有20%。好，我清楚了。现在病情依旧不是很明确，我建议再做一个支气管镜。行，小问题，只要治好我的病，多少钱都行。想不到这实习医生还有这用途。老师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叫下一个患者吧。我说医生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你要不行的话，我就坐飞机去天都找专家看了。直线感染，有没有受过伤？你怎么知道？前几年跟朋友出去吃烧烤，喝醉了，就跟旁边桌打起来了。那几个剩个竹签，去做一个胸部的增强 CT， 再做一个3维重建，有点贵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了，随便开，有的是钱。是真厉害，让检查什么就检查什么，病人一点意见都没有。看来这丫头是真不知道自己对男性的杀伤力有多大。去叫下一个吧。医生，这啥玩意儿？你咳嗽是从上一次打架之后开始的。好像是，我记不大清了。这东西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烧烤的竹签。当时打架，确实有人拿着竹签乱捅，但不可能是竹签啊！这么长的东西扎到我身体里面，我能不知道？内脏和皮肤不一样，内脏的感觉纤维非常少，对刺痛、切割等刺激非常少。上次你应该喝的很多，你醉得很厉害，导致竹签插入体内，你没有什么感觉。之后打架，整根竹签完全没入体内，等你醒来以后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小洞。你清醒了以后，自然就感觉不到。那医生，我咋办呀？现在唯一的方案就是开胸取出，如果再不取出，炎症会一直在，反复感染之后，可能会导致脓毒血症，到时候导致右心衰竭，可就连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。哎，医生，我要手术，就由你救救我。听说今天许医生接诊了一个竹签插入肺部的一个患者，这么刁钻的一个病例，他竟然当天就诊断出来了。前段时间有个病人和这个情况有点相似，诊断性
康娟和治疗了3年了，结果发现肺部卡了根鱼刺，没查出来，最后拖成了右心功能不全，手术都没机会做，只能等死了。许秋可是我未来的学生，他厉害，我倍儿有面子。不过手术交给谁去做呢？患者的竹签已经贯穿了大半个肺，而且已刺入左肺动脉，一旦取出，可能会发生大出血，那么后续的工作会更加艰难。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度已经达到了顶尖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上报。您在临海医院完成签到，影响因子 5.3， 获得中孚奖励加成，奖励丰厚度 5.3。恭喜您获得大师级超导可视支气管镜介入术。我之前继承了大师级介入经验，现在我对介入手术领悟又升了一大阶。这门手术正好适合用来微创取异物，看来竹签男的主刀又有着落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医生，不要这么隆重好吧？我现在好得很，3天后还来个什么全院大会诊？哎，我说你们实在……第7判抗休克止血药，快！等不到3天后了，立刻召开全院大会诊。不能再拖下去了。竹签移位，不及时取出，那就是定时炸弹。当主任这么多年，我也不敢吹刀。怎么可能又刚好能做这种手术？真是，不需要开胸。这个病人可以做超导可视支气管镜介入术。微创介入太难了，即便在开胸的情况下，只要止住大出血都很困难。介入开这么个小口子，根本止不住血。这盘手术我来做。徐医生，不要勉强，这介入科和心内科都说不行，专科的事情，我们急诊科还是不要过多干涉。这场手术咱们急诊科接了，出任何问题我负全责。王医生，许秋，你是真不需要心外科、介入科和呼吸科那边联合手术？不用了，这台手术我有10全的把握。行，我相信你。我下午也有手术，你自己调用几个副主任，等你好消息。拥有大师级介入经验，再加上大师级超导可视支气管镜介入术，其余人来帮忙，多一个人，我的手术成功率都会掉一个档次。谁是许秋啊？你就是许秋啊？是我。你这也太年轻了，我怎么敢把我兄弟交给你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兄弟纹了个皮卡丘，觉得他好欺负是吧？拿他练手是吧？换人，必须换人！你稍等一下，我叫主任来。这个时候，王平、何海都有手术，看来只能叫张从山主任了。张主任，麻烦你过来一趟。你好，我是张从山主任，也会参与到这次手术中。你这一脸褶子，行。许秋，王平这次给你担保，这次手术要是出现问题，
王平基本上就告别医疗行业。甘肃以往癌友经颈动脉鞘管注入，冠脉内注入200微克硝酸甘油。你打算先把肺动脉围堵，再做手术？这台手术对时间的要求很苛刻，超过3个小时都有可能成倍增加感染的几率。超导管介入手术本身耗时巨大，需求还要加一个支架置入封堵手术，这能完成？这也太魔幻了吧！他手里的刀子怎么这么听话？准备超导取物。主刀的许医生淡定到没出一点汗，担任医助的张主任相比来说像愣头青一样，太紧张了吧？找到异物了。组织前。许就给竹签做截断的手也太晚，换过来恐怕第一个截断的时候，竹签早就偏移了。完成了，接近8厘米的异物，还穿入了肺部，竟然介入取出来了，竟然还可以这样，不可思议了，接近完美的一个记忆啊！许秋，要不你还是来我这儿吧，我给你申请个专利，我把心胸超导介入交给你，怎么样？张主任不用了，这只是我的业余工作。这还只是你的业余工作？恭喜完成超导可视支气管镜介入术，手术评级 S 级，获得奖励经验45，获得额外奖励超导介入取物术熟练度加3%，距离下一次抽奖95-100。太好了，只要再做1次手术，就可以进行抽奖了。随着熟练度的提高，我对超导介入取异物术领悟又提高了一点。如果再让我施展1次手术，我还能再提高几分钟，将手术时间缩短到40分钟内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我兄弟没挂吧？手术很成功，在 ICU 待上1-2天，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幸亏我让你来了，要是刚才那年轻医生，指不定我兄弟怎么样了呢。说不准，直接在手术台上嗝屁了呢。你呀，这台手术就连省里也没有几个人能做的人，我也没有主刀啊。就是刚才离开的年轻医生。那人还没我年轻呢吧？褶子也没我多吧？那么牛吗？1小时05分，还可以哈。哎，许秋呢？他在几号手术室啊？稍等，主任，给你找一找。今天没有手术。奇怪，难道他去胸外科手术室了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主任，我查到了，几号手术室？他10分钟前就做完手术了。50分钟，这么短的手术时间，除了意外还有什么原因？难道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病人大出血，他被迫终止手术了？主任，病人的手术并没有失败，他被送去 ICU 重点监护。手术流程你要看看。我感觉再这样下去，我都不配做他导师了。许秋是全院的财富，
我希望各科室能够共享它。我还是建议许修留在急诊室做做专精。大家都不要吵了，我下发一道通知。啥事？这个通知是关于全省选拔30岁以下精英医生团队备战全国大厦明刀大赛的决定。这很适合咱们许秋医生嘛啊！获奖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，而所属的医院还能免费拿到价值几千万的医疗设备。麻烦的是这个时间呢与考研重合了呀。如果让许秋参加，一定能打破往届我们临海医院没拿到成绩的历史。实在不行，活动3年1届，让许秋27岁再参加吧。先发给许秋，让他做好准备吧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全省选拔，时间还是考研那几天。如果将在1个小时内答完试卷，再赶过去，这时间完全来得及啊！拿到明刀大赛的冠军，将可以拥有申请一笔1级别的科研基金资格，还能调用国家级实验室的机会。这样就能让我离副主任更近。不管了，这几个月先把团队组建起来。省明刀大赛参赛门槛都不是一般的高呢。徐医生，你要参加？是啊，许医生一定能获得一个好成绩的。由我主导，再凑几个30岁以下、四肢健全、饿了会吃、渴了能喝的医生就差不多了。叫下一位患者吧。徐医生刚下手术啊？是啊，辛苦了。恭喜您通过抽奖获得大师级放疗病灶定位经验。这次不是手术，而是所有肿瘤科医生都梦寐以求的能力——病灶定位。王主任，肿瘤科那边还未实施的放疗方案，能不能发几份给我看看？没问题，等会儿发你。徐医生，这是肿瘤科那边送来的几份治疗方案。动作这么快？哎，有没有病历本？没有也没关系啊。有，我去给你拿。好。这里的放疗方案可以再缩小1/3。这个地方放疗方案有点大了呀。这个地方多余了。这里多了无意义的放疗区域啊。天哪，老师也太厉害了吧！居然还会放疗靶点的定位。连肿瘤科都需要老师的帮忙，老师也太优秀了！赶快送过去，不能耽误病人的治疗。这不是你们急诊室要的方案吗？现在又送回来干嘛？还多一堆鬼画符？可恶，
竟然敢说老师的东西是鬼画符。万怀文，肿瘤科主治医师，一个小主治就敢对老师不敬。小姑娘，这份方案是我送过去的，现在又给我送回来，许秋修改了。你们急诊科掺我们肿瘤科的事干嘛？他许秋还得向我请教呢。来，拿过来，我帮他看看，把这话定的怎么样？万医生，这些就不麻烦你了。又在讨论啥呢？邱主任，这是许医生修改过的方案，请您过目。既然是许医生修改的方案，那我可得好好看看啊！许医生有没有做咱化疗医生的天赋？是今天要放疗的3个病人？快，看看急诊室天才的水平。赶紧联系放疗那边，推迟今天3位病人的化疗，按照许医生的指示重新制定方案。好的。这竟然是10几分钟之以内完成的修改。对了，小姑娘，能帮我给许医生带个话吗？邱主任，您说。帮我问问许医生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给咱肿瘤科的医生做个讲座，怎么样？好的，我一定带到。那邱主任，我先走了。知道了，我有空就会去的。老师，你真是太厉害，我一定会向你学习的。伤口恢复怎么样了？哎，别拖了，我不看。老师是在害羞吗？恢复的非常好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根本看不出来做过阑尾炎手术。这丫头是真不把我这个代教老师当男人看吗？徐医生，你来了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的老爸和我大儿子都是出车祸走的，我大儿媳妇也跟人跑了，儿媳妇也领着孩子去了娘家。现在我的儿子又是这个样子，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呢？奶奶，我们会尽全力抢救，请您到门外等候啊。病人信息：申宝才，男，43岁，半个小时前病人突发昏迷，车辆失控，由此引发了车祸。昏迷状况尚不明确，但是现场查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病人双侧瞳孔等大等圆，对光反射敏感。病人的母亲说病人曾经有高血压病史，病人的哥哥就是因为高血压而引发的脑血管意外，死于车祸。通知影像科安排投入 CT， 去跟家属沟通签字，下达病危通知书。抢救完成，直接拉去影像科。好。另外，再开通静脉通道。好，这就去。上心电监护，测血糖。血糖5.7，血压172/96毫米汞柱，是高血压导致的脑血管破裂。刚才我进行查体，感觉不像是高血压导致的意外。血常规，查肝功肾功。不对，也不像是药物中毒。等 CT 吧。以我的能力，竟然也有点摸瞎。病人的双肾比一般成年人小了1圈，血肌酐365，是高血压肾病，但也不至于患者昏迷啊。如果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，这在病人体内永远藏着一颗定时炸弹。窦性心律过速不是脑心肌梗死，也不能排除脑心肌梗死。医生，你就救救我儿子吧，他到底是怎么了？就做什么检查我们都做，多少钱都行。要完全排除的话，
要24小时以后再做一次头颅 CT， 要么就是磁共振。就做磁共振。磁共振需要半个小时，一般人进去都受折磨。病人现在这个情况风险极高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再去看看吧。王主任，病人腹部流鼻血了，止血。儿子，你哪儿到这？高血压、肾功能障碍、休克肝炎、白细胞增加、血小板减少、心腿溢血，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去把 ICU 医生请来吧，实在不行转去那边。ICU 那边各种生命仪器设备齐全，只要有钱，哪怕是心没了、肺坏了，也能靠 EO、MO 等仪器存活数个星期乃至数月。我能想到的都被排除了。浩浩说，实在不行先去 ICU， 起码生命有保障，检查工作慢慢开展。行吧，那得听听家属意见。只要能方便我们钱。好，来。这骨头断了！天哪，这几个护士把病人的骨头弄断了。哎呀，病人的情况本来就差，还来个骨折。老太太，实在对不起啊，这个病人上了点年纪，难免会有骨质疏松，所以搬抬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意外。你放心啊，我会把骨科医生喊过来，相关的治疗费用全免。哎，老太太，这不是老爷。这剧情走线不对劲啊，怎么回事？老太太，起来，起来，老太太起来。我们不去 ICU， 我领我儿子回家。这，老太太，病人要回家，这个情况支撑不过1个星期啊。是啊，我们家该有这样的报应。儿子，回家。早，王医生。早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沈宝才情况怎么样了？他呀，准备出院了。这么快就找到病因了？哪能啊！是人他妈不想治了，主动放弃治疗。本来啊，在那同意书上都签字了，结果咱们的护士搬运人家的时候把人弄骨折了，然后何主任呢害怕惹上官司，主动强制留下来治骨折。骨折？一个40多岁的人搬动一下就骨折了？不对呀，那个老太太不是说多少钱都愿意治吗？这态度这么快就转变了？哎，我也是昨天晚上夜班听俩护士聊天我才知道，只能说真解气。什么情况？他爸以前那也是个大夫，不过开的就是黑诊所，干的勾当就是明令禁止的性别鉴定，而且还给人病人提供药流、手术等服务。我跟你说，每年流到他们家的女孩少说200-300个，甚至为了能挣到这份钱，他爸故意把男婴鉴定成女婴，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孕妇以死相逼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男孩，这事才暴露。这老太太看起来挺有素养的，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？你可说呀。大娘，她这几天视力有下降吗？大娘，她这几天视力有没有下降啊？我儿子好几次都说看不太清楚，要配眼镜。当时我就觉得是遭报应了，哪有40多岁的人突然就近视了呢？视力衰退乃至失明也是神经系统疾病症状的一种啊。
你吩咐他做了血清生化检查和骨髓活检，你是怀疑他得了多发性骨髓瘤？没错，等着看检查结果吧。哦，哎呀，要真是这个病啊，那真是报应了。这是个罕见的疾病，被称为吃骨头的疾病。我从医30多年，也只见过一例，几乎是治不可治啊。竟然真的是血液疾病！哎呀，如果不是许秋，我根本想不起这茬。今天病人家属给病人擦拭身体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病人给弄骨折了，骨折引发了血栓脱落，又发了肺穿塞。今天王主任跟许医生都不在医院，何主任让我把病人给推进 ICU。ECMO 的开机费是11万元，此外每天运行费用至少13000元，还有其他生命设备。救，花多少钱都救，只要能救回来，我会把这些年积攒的钱全部捐给菩萨。菩萨保佑！病人情况比较特殊，放化疗的话损伤太大，方案也不好定制。后续的治疗方案有头绪了吗？难。放化疗的难度系数太高，还不如直接等骨髓移植，碰碰运气。全国等骨髓移植的人千万，正好能和沈宝才匹配上的更是寥寥无几。等骨髓移植，不如说等死。啊，对了，许肖大夫，您看看，你们肿瘤科的事情问许秋干嘛？许秋不懂。他比我做的把区还要好。什么？好小子，竟然偷偷摸摸在肿瘤科露了一手。硼替佐米和沙利度胺、莱纳度胺等结合，外加长效糖皮质激素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我们一直想不到的答案。到底还藏了几手啊？这是！我天！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高人的风范，果然是咱们医院的明星医生啊！王医生，许医生啊，最近不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，还顺手帮肿瘤科做了腮腺混合瘤切除术，又捎带的做了切口疝修复术。是啊。这也太牛了！我跟你说，咱们许医生现在就是全医院所有医生的榜样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沈宝才出院了。老奶奶给附近的寺庙捐了80万，那可是80万呀！要给了咱们急诊科，解决多少交不起医药费的患者呢？请进。怎么了？我们那边来了一个宫颈癌1期的病人，想请你帮忙看看手术要不要配合做放化疗。我看看。病状没有蔓延到其他部位，本来是可以做子宫全切的，但是病人想生个2胎，有强烈的保宫意愿，所以想请你帮忙看看这个手术应该如何开展，后期怎么配合做放化疗。许医生好帅，真的好帅！按照我的方案进行子宫雏形切除，
另外再加一个盆腔淋巴结的清扫术，术后呢首选 TP 方案，以紫杉醇顺铂为主。如果病人经济宽裕的话，用上贝伐珠单抗。好，许医生，我晚上能请你吃个饭作为感谢吗？不用谢。许医生，我还有一个事儿。你说。脑外科那边的钟医生最近好像要参加一个大赛，他在组建手术团队，于是邀请了我。这个大赛好像只有30岁以下的人才能参加，你报名了吗？这几天手术忙的，居然忘了大夏名刀大赛这回事了。我打算报名的。那妇产科这边你有考虑的人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能不能考虑一下我？要求是各个科室的人吗？那倒没有，但手术内容呢是随机的，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手术，所以团队要兼顾神经外科、脑外科、骨科、心肺和幼儿科等的医生，抽到什么手术就由相应科室的医生主刀。他们要选拔的似乎不是一位全才，而是一支代表着未来的精英团队。好，那你加入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太好了，能跟着许医生一起工作了。王主任，我刚下手术，看到你的消息，你要参加比赛啊？那考研怎么办？来得及，1个小时内达完试卷赶得过去。好吧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把你名字先报上去。小钟啊，大赛的事情医院这边商量了一下，觉得领队的人选还需要再次考虑。这是要换人？何院长，我的实力应该是主任医师里边第一人，30岁以下谁能比我还有资格？小钟，你最近发表的文章质量不错，再发表一篇 SCR， 明年之内我推荐你升副主任。何院长，你就告诉我是谁吧，我也好打消这个念头。急诊科的许秋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我知道了。又是许秋，这家伙名声倒是挺大的，不过20多岁的家伙，有资格当领队。各位，何院长要任命许秋当领队，我不想当老二，准备退赛了。你们几个还参加吗？钟大哥不参赛，临海医院怎么可能拿第一？我也弃赛了。我也退出吧，浪费我时间。加一，我只信我中文哥。不是，许秋不是医院吹起来的网红吗？难道不是靠长得帅给咱医院长点知名度的吗？对啊，20来岁，各种专家都完不成的手术，他能做？是个学医的都知道瞎扯淡。他当领队，还是回家洗洗睡吧。我手底下都是临海市30岁以下的钱，除非院长不想要审计，否则他得求着我重新当领队。喂，钟医生，你快来看看吧，你负责脑梗死的那个病人出事了。医生，病人发明医院干嘛了？我给我爹讲了个笑话。真是个大孝子，大笑或者咳嗽都可能引起气胸，病人大概是气胸了，可能比想象中更严重，去把呼吸科人叫过来。好的。恐怕不只是气胸，得做进一步检查，有可能是食管气管漏。
病人现在身体情况又这么糟糕，普通手术根本行不通，得做微创介入，最好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。你们科室有人能做达芬奇？我们科室没人能做，不过不知道许医生能不能做。许秋，又是许秋，我倒要看看抢了我领队名额的人是个什么货色。去找许秋，救人要紧。徐医生，脑外科那边转来一个病人，并发了气胸，可能还有食管气管漏，麻烦您帮忙去看一眼吧。好，现在就去。这人就是长帅的，一点也看不出来多专业。这头发乌黑茂密的，哼，跟和医学天才不搭边了。不愧是徐医生，还是如此丝滑，如此顺利。这是什么离谱的速度？咔一下10来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。费不着。你们给病人做通气的时候，病人就已经昏迷了？没有，我上无创通气的时候他还有意识，我判断是气胸。你判断错了。怎么可能？病人气胸症状很典型。徐医生，你是怀疑病人发生了糖尿病高渗昏迷吗？当时病人意识还没有完全丧失。我怀疑病人得的是食管气管漏，带去做喉镜，再补个 CT。喉镜可以啊 ，CT 不行。为什么？会留下一项资料。他第一时间考虑的，竟然是会成为对他们不利的因素。这个病人现在我负责，出了任何事情我来承担，带去做 CT。许秋，你能做达芬奇吗？这台手术我在之前的签到中就获得过，再配合大师级的介入经验，足以轻松拿下。啥叫达芬奇手术啊？外科医生手动操作机械臂完成精密操作，达芬奇手术精密度极高，创伤非常小，切除后恢复很快。至于效果，也远超于普通手术。很贵吧？15万左右。医生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，家里已经债台高筑，亲戚那边也欠了10来万。可以试试常规的开刀修复术，5000到1万左右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如果我爹真的不行了，我也不会怪你们医院的。我是名医生，医德方面我比不上他。小李，你先带家属回去休息，我们再商讨一下其他方案。好的。许秋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这太儿戏了。院长，我有把握的。医生的手再稳，也不可能比得了机器人，更何况病人现在的全身情况很差，必须依靠达芬奇手术愈合快、恢复好的优点才能撑得过去。你这样做是在把手术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了。没关系，院长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有把握。这个级别的手术你做不了，没人敢给你做担保。那我自己想想办法。喂，王主任，小子，你又要做什么手术？我想做食管气管漏修复术。啥？刺激手术？
我说你小子是批发了一堆4级手术，跑到我医院来秀技术的吗？行吧，你坐吧。把手术时间通知我，我也跟着去看看。谢谢王主任。准备手术吧。王平4级手术都敢给这小子担保，真是疯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4级手术上台你也看不懂，凑什么热闹？同期同事没骗人，代教老师真的很凶，只是刚好我跟了徐老师。对不起。是我叫他来的，怎么了？徐生是学生啊，嗨，那感情好，让年轻人过来长长见识，以后进步的也更快。是啊是啊，许医生真是个负责的代教老师啊。准备手术吧。这变脸速度好快啊！不过徐老师真的好帅啊，好有地位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这就是我以后的学生，做手术从来没有意外，也是给我们这帮老家伙开了眼了。这台手术视频给我们脑外科发一份，我让手底下医生看个180来遍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技高人胆大。医生，徐医生，我爹怎么样了？放宽心，许医生医术高超，手术很成功。朱医生，谢谢您照顾我爹。再去做喉镜，再补个 CT。喉镜可以 ，CT 不行。为什么？会留下一项资料。我出了严重的差错，到最后还得让许秋给我擦屁股。炒作归炒作，住院医主刀4级手术，当手术室的管理制度是开玩笑吗？就是4级手术，最低也要3、4年资格的副主任才能做。许秋能做，我真不信。钟大哥，我听说你也参加那场手术了，出来通个气儿呗。许秋真有吹的那么神？呵呵，钟大哥没到30就升任副高，手里一堆的科研论文，未来妥妥的王承德之姿，谁能比过他呀？各位，我不配与许医生做比较。有医闹，准备抢救。妇产科主任李芳，一个患者没有抢救过来，患者老公拿灯捅了李主任的心脏。心脏外科，这是我的领域。郑主任，3刀，右心靠近肺动脉的地方，右肺，左心房，失血量在6000毫升以上。血止不住。郑主任，你准备收手，我来。许秋，没用了，帮我告诉我老公和孩子，我爱他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松手！你干什么？怎么出手？血止住了。他的手指竟然分明堵在了肺动脉、左心旁、左心以及各种细密的出血口，这真的是人能完成的止血？赶紧，最多1个小时，没时间给你们犹豫了。怎么可能？心脏3个窗口，怎么可能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？郑主任，让我来。你来？开什么玩笑？郑主任，再犹豫，李主任可真就救不回来了。我竟然被他给吓住了。老赵，给他，手准他真行。好完美的入室风格，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，这就是传闻的许医生吗？检查。
心脏内还有隐秘的出血点，血压在急速下降。继续输血补液，补充血浆400毫升，甲基羟的松茸、甘露醇、呋塞米、碳酸氢钠。手术完成。41分钟。41分钟，预计3个半小时的手术，41分钟就完成了，跟开了挂一样。徐大夫，难道你真的不考虑转科吗？说到这个，我也有话说。脑外科永远欢迎徐医生。我们呼吸外科也是。郑主任，手术成功了吗？没看见，现在的 C 位是许医生。徐医生，你是我的神！李主任，太夸张了吧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恭喜您完成一台心脏破裂修复术，评分 A 加，经验加35。恭喜您完成20次抽奖，解锁新功能成1。临海医院排1，临海市排1，白云省排1，大夏国排7，全球排213。系统还能解锁新功能？排名系统，看来手术练习得抓紧提上日程了呀。请问主任手术成功了吗？现在是否脱离危险？不是我，是我旁边这位许大夫。许医生，请问主任现在是否脱离危险？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转入 ICU。徐医生，对这次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医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一把刀划开心脏，想要修复容易，但是划开了人心，想要修复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就不容易了。还有多久可以转到普通病房？李主任的恢复速度出乎意料，今天晚上就能脱机拔管，明天早上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还是有些慢了。这略显遗憾的口气是怎么回事？24小时内脱机拔管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恢复速度了，他竟然还觉得自己手术做得不够好。凶手被抓前口口声声喊着杀人偿命，李主任害死病人的几率很小，真相是什么呢？李医生，是我许秋，我想问一下，李主任那个事情是什么情况？许医生，要不您来妇产科一趟，亲自看看。病人的尸体还在。什么尸体呀？那人的女朋友还没死。行，我马上过来。病人和行凶者是未婚先孕，病人本就有心衰，而且有严重的妊娠期高血压。我们警告过家属，病人不能怀孕，否则大的小的就可能都会死。可是家属不听，还是让病人怀孕了，并且知道可以早产后21周就要引产，国际上都只有1例成功案例。后来引出来了，果然是个死胎。本以为是个丧心病狂的痴情种，看来情况完全不对。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他这情况不进 ICU 其实活不了几天。自从死胎后，家属就不管他了，再过来就直接带着刀。他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，他的住院账户已经倒欠1万多了，并且他的心衰在终止妊娠后还在持续加重，而且肺部感染怎么都控制不住，恐怕活不了几天。等等，他这个右肺为什么会小一些？肺部感染太严重了，他还有点肺部张，这可能就是命了。病人的求生欲望强烈，想办法联系他父母吧。听说他是在知道自己是被抱养的之后，才逃离了父母，和现在这个网恋的男人在一起。终究还是父母。呀，
又是许医生，经常看到他在手术室练习，真是太刻苦了。难怪许医生的手术这么厉害，都是每个夜晚刻苦训练造就的呀。晚上的许医生真的超级生猛。您已完成一次练习，心脏破裂修复术熟练度加0.5%。您的排名已更新，大师级心脏破裂修补，临海医院排名1，临海市排名3，白云省排名16，大夏国排名132，全球排名1000家。提升了0.5，就让我的省排名增加了前3，国排名更是加了10几名。第2天了，先签到。恭喜您在临海医院完成签到，您的影响因子为5.9，2例获得中幅加成，奖励丰富度呈5.9，您获得大师级心脏人工血管植入组。冠心病狭窄，弯刀综合症。我怎么会想到他呢？是苗月有什么东西让我忽视了吗？疾病，弯刀综合症，诱发心衰的不是妊娠，是弯刀综合症。许医生，你说苗月是弯刀综合症？是。按照你说的，如果苗月真的是弯刀综合症的话，那她的一切症状就解释得通了。只可惜影像片不够典型。不一定有右移心，补一个心导管和造影，只要有异位的血管就可以确诊。病人家属联系上了吗？我昨晚跟苗月谈过了，她把她养父母的联系方式给了我，我联系了他们，估计今晚就会到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在考虑确诊之后，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，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苗月的情况你也清楚，她跟行将朽木差不多，确诊之后只需要1台手术即可解救生命，可她的情况又几乎不能手术，这种痛苦可能比无药可救还要难。许医生不是什么手术都能做吗？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办法解决？今天周日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果然呀，许医生也是人，不可能什么手术都能做的。无所谓啊，这台手术我会主刀的。许医生，你真是我的神！进来。许医生，苗月的父母来了，他们同意手术。昨天一整天，我们都在调整病人的状态，最快的话，今晚就可以手术。苗月的身体状况太差了，受不了2次创伤，要提前准备好人工血管。好的，许医生，这台手术有了你的加入，病人生的几率几乎直接上升了。许秋，这次你判断失误了，这台手术做不成啊。做不成？有什么做不成的？心导管和造影的确证实了肺静脉的分流，也明确了弯刀综合症的判断，但我们在进一步检查的时候，发现病人的肺静脉直径只有5毫米左右。小血管一直是心脏肌肉这边的难题，我们也没有料想到病人的肺静脉会萎缩成这样，这手术做不成了。我知道这一点，我准备做的也是小血管置换。你早就预料到了？对。你一开始就准备做小血管置换手术？对。这可是小血管置换手术啊，在临海医院无人能做，为什么许秋说出来却这么波澜不惊？我真是看不懂他，这心理素质强到可怕。
好，我同意你做这场手术，但手术需要全程录像，还要允许心外科和介入科的医生全程观摩。可以。徐医生，谢谢。好好睡一觉，醒来就好了。好，马上完成。开始手术。看我干嘛？郑主任，您不是说开胸这个步骤最起码用掉3、4张止血纱布，为什么许医生1张还没用完？你们跟需求不一样。恭喜您完成一台弯刀综合正小血管置换手术，评级 S， 熟练度提升1%，有一项奖励待领取，是否领取奖励？领取。领取成功，获得高级金币继承1，是您维持在满经济状态，并永久小幅度提升精力上限，持续效果3天。不需要睡觉，不需要休息，只要体力还足够，就能一直工作。确实是个好东西啊，那不是牛马吗？王主任，刚下完手术吗？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。很有前途，可是啊，对。主任，哦，进，坐。哈哈。许秋啊，你手里应该没什么科研成果吧？没有。哦，那正好，郑主任手里呢有几个科研课题，很有前景，能出不少精品论文。我建议你尝试一下啊，习惯一下论文的格式。好啊，写完之后呢，随时拿给我看，我亲自指导你。王主任很看好你，珍惜这次机会啊。千万不要有任何压力啊！实在不行，我手里头也有几个课题，一定能出成果。压力不存在的，我能写的论文太多了，还是选骨骼重建吧，各方面数据更全，而且手术难度高，含金量不低。哎呀，许秋啊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我听说你48小时没合眼了，赶紧回去，我给你放2天假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听到了吗？哎，这精神状态也不像是48小时没睡啊，我都怀疑其他医生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。主任，我写完了。什么？我是让你练手，你得认真对待呀。2天能写啥玩意儿？标题，写的中规中矩，关键词、摘要、格式，也都很标准。看完了，这么多字数，我竟然看得这么顺畅。主任，等一下，我再看看。你写的？是啊。那台手术结束1个月以后，就写出这样的论文？2天。什么2天？修改2天？哈，那太正常不过了。有些论文呢，要修改2、3个星期呢。不是，我写了2天。不愧是天才啊！就是这个质量啊，除非那些顶级的期刊，否则被退回来，我都觉得他们眼瞎。那咱们就直接投大夏创伤骨科。好。
院长你这是要考满分吗？这些可都是30年没考过的数据，你都要记忆。许秋没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要考满分啊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自从西医考研以来，大夏从来没出现过满分的人。许秋虽然医术高超，但应该没什么意外。你的分数我倒是不担心，只是那个大赛，我们医院把名额给了你，最低参赛团队的人数是4个人，要不要我帮你配齐名额？啊，院长，下班之前我把名单发给您。哦，你已经有人选了？差不多。好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好。哦，这次比赛你也不用苛求自己拿名次，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才24岁，还有2次参赛机会。这次就当是熟悉一下流程，名次以后再争。按你们年轻人的话讲，这一届大赛堪称是神仙打架，参赛的都是些天才。行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院长，您慢走。名刀大赛有人去吗？我带队。名刀大赛就是大夏国举办的精英医师大赛。我的天啊，我们有一个参加。你们都忘了吗？医院把遴选队员的权利交给了许医生，他想让谁上就让谁上。之前多届名刀大赛都要经过一轮残酷的选拔，这一届这么随意吗？许哥，我能混个资历不？好。许哥，我好。我靠，我恨呐！今年刚好31岁，如果许医生能够早几年来的话，我也能够去镀个金啊！啊，搞定！妇产科李雪，急诊科云梅，主治医王凡，泌尿外科秦其英，肝胆外科严娜，护士刘素素、杨萌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中文呢？沈山佑呢？这些30岁以下的天才怎么一个都没有？这里除了李雪、云梅，其余的简直就像是在凑数。还有这么多的女医生，她们这是在搞闺蜜团建吗？这许秋实在是太儿戏了。院长，你找我？你看看，你们许秋带去参赛的都是些什么人？咱们医院要选美吗？怎么混进去个王凡？这是大赛，名刀大赛的参赛人员。李雪和云梅也就算了，秦启英和严娜是什么鬼？他们的能力根本就不适合进入比赛。你说怎么办？这许秋的心气儿太高，莫非他觉得他自己就能拿下所有的手术？能怎么办呢？天才的心气儿嘛，就是比天高。既然你要培养他，那就由他来。由着他来啊？对啊，如果这次比赛他受挫了，那对他来讲也未必就不是件好事。让他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这样许秋才能走得更长远。这代价太大了，3年1届的大赛用来磨练他的心气儿，那就把他撤了，换那个中文去领队。哎，这哪行啊？让中文他们去，怎么和和谐、华西那些变态比？根本不可能拿到什么好名次。这不结了吗？如果不是许秋啊，就咱们医院的水平，充其量也就在南部打打名次，根本入不了围。院长，咱们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天才，你就放手让他去干，等他成长起来，
那大赛对他来讲，那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吗？让许秋好好准备，去玩他之后的2届大赛才是他真正的主场。好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腋下窝进入翻本全面复合组织办手术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经鼻 H 型切口手术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活体供肾者肾沾取术，大师级肾肿瘤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肺动脉栓子摘除术。我听说湘省那边今年有好几个医院都有天才医生领队，说不定湘雅连湘省的出线名额都拿不到。哎，协和那边才是真正的炼狱场，从那里杀出来的队伍啊，才是真勇士。诶，这是什么队伍啊？怎么全都是女的呀？哦，临海医院代表队，花瓶队吗？这怎么队长的位置还是空的？他们队长呢？哎，这么重要的比赛，不会吓得上厕所去了吧？啊？哦，李雪，我记得上一届明道大赛我是队员，你也是队员，这一届我是队长，你还是队员。哼，你们队长呢？刚考完研，还在来的路上。你真会开玩笑。你们医院上一届的队长钟文没来吗？可惜啦，他今年跟我一样，应该是30岁之前的最后一届。哎，不对，你刚才说的那个考研的不会是钟文吧？那没事了，你们医院也就钟文的医术能与我相提并论。许医生，你来了，考研怎么样？呸！以许医生的实力，小小一个考研绝对不是问题。临海医院没人了吗？还有一个大学生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临海医院今年的配置算是最强的。那个外貌层面的最强。你看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他们这是打算抱大腿进全国大赛蹭名额混头衔吗？临海啊，花瓶队，哎，不过那叫云梅的真好看，哎，她不错啊。咱们医院不是还差几个名额吗？等一会儿啊，可以把她加进来啊。我喜欢那个菱形身材的小护士。咱们做好自己，随他们说去。如果碰到泌尿科的病人，我主刀，我一定要让他这帮人好看。肝胆外科的手术就交给我，我负责所有人类的手术。天啊，这不就是要全揽手术的意思吗？都听到了吧？都听到了吧？咱们许医生这会儿那就是急诊科的全能通，上到脑肿瘤，这下到生殖器畸形，那是都能做。我都已经做好给你加油的准备了，你们呀也都等着躺平被带飞吧。哈哈哈。第一名，临海医院满分；第二名，静海市第4人民医院85分；第3名，我靠，我没听错吧？名单大排、解剖、诊断、手术这些结合在一起，竟然没有扣除1分。如果说临海医院是花瓶队的话，哎呀，那我们又是什么呀？我下比赛的时候听说，刚考完研的那个许秋主导，所有比赛项目都满分，简直太牛了！许秋，好耳熟的名字，
不是临海医院的那个明星医生吗？这么看来，他们队得满分也就不稀奇了。许医生，这出了省就要跟华西、协和这些医院竞争，你应该组织一个没有弱点的队伍。而我擅长心脏手术，我申请加入你的队伍。我是泌尿科的，应该比你们队里那位女医生强，我来替代她。我做过肝癌切除，而且参与过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手术，4个救回来2个，应该要比你们队严呐要厉害一些。是该补了，不然你们队在全国大赛里没有竞争力啊。对，看来大家都很认可我们许医生的能力，让我们期待他会选择哪些人吧。许医生，我和娜娜都可以退出，毕竟3年1次的比赛，你第1次参加，一定能取得一个好成绩。我们会等你好消息的。那我也退出吧。为什么要退出啊？我们是一个团队，要一起去全国大赛。什么意思？不重组吗？许秋，你未免也太自大了。全国大赛不是你一个人炫技的地方，队伍里有任何一个软肋，整支队伍都会淘汰的。许秋，许队长，我们都可以加入你的临海医院。回吧，我们去全国大赛。靠，许医生真的安全感爆棚啊！等等我，许医生。还叫什么许医生？许队长，我们来了。今天是许医生考研和明道大赛的庆功会，大家在不影响明天工作的情况下，可以小酌。院长可不能再叫许医生了，得叫许主任了。小许绝对是医学界的奇迹呀！入职1年半就升到了急诊科副主任的位置，手里的论文、研究的项目更是数不胜数啊！更不用说他在职期间上演了多少场医学奇迹了。许秋啊，你以后还有别的打算吗？院长，我还是想继续在急诊科做下去。之后呢，我想研究脑干、脊髓、肝脏 S7 等方向。破例升为副主任后，系统开出的神秘大奖果然是脑干禁区的手术。这1年期间，我大多数的手术排名都已经升到了全国第1、世界前3的位置，是该研究研究禁区了。这些可都是手术禁区啊！国内能做这些手术的，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这话呢，如果是别人说的，我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。但是是我们徐主任说的，我相信未来大夏的医疗水平将领先世界20年。王副院长说的太对了，许医生呀，在医学领域简直无人能敌，他能说到的就一定能做到。好啊，好啊，说不准呢，再过不了几年，我这个副院长的位置就让贤给徐主任了。不过我这做老师的甚感欣慰呀。行了，我们让许秋讲2句吧。这段时间走过来呢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照。学海无涯，医无止境。今后呢，我会在各个领域继续努力，争取帮助到更多的患者。来一个，来，坐坐。许医生呀，简直堪称国医，就没有他做不了的手术。凡为医者，必怀济世之心，无视病患如至亲，无问贫富昼夜，但求一心复救，此乃苍生大义。